各位会点生活的家人们，我是李安心。今天这条视频跟咱们每个人的钱袋子有关，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千万别滑走。3月份有一份全新的福利名单公布了，关系到一项隐藏的大福利。咱们每个月要交的那800多块健保费，可能从今往后1分钱都不用掏，政府全给您兜底。这不是开玩笑，是实实在在的红头文件。具体是哪些地区的朋友能享受，哪几类人符合条件，最关键的是该怎么办理才能把钱省下来，这些我都会详细讲。但在此之前，我想请您先点个订阅，关注我们会点生活这个频道。如果您正看着这段视频，觉得说的在理，心里头热乎乎的，请您在公屏上打个支持2字，也欢迎您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因为会点生活只讲跟您养老金、补助金相关的干货，关注了才能的一时间收到通知，不让任何一份属于您的权益溜走。这次的健保费补助政策覆盖面很广，但也最容易被人忽略。它不是直接发钱，而是在后台悄悄帮您把账平了。很多人可能压根不知道自己符合条件，还在每月傻乎乎的往存折里存钱。今天这期视频就是咱们的寻宝图，您得一条条对，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在名单里。具体是哪6个县市？除了看户口本地址，还有哪些人能搭上这趟福利班车？如果您不在那6个县市，是不是彻底没戏？还有最重要的，有些人明明资格条件都够，但因为搞错一个小步骤，反而1毛钱优惠都享受不到，白白多交钱。今天我用最直白的大白话，一次性给您讲清楚。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正题。首先，我得跟您掰扯，为什么健保费还能有免单这一说，它的道理是什么？这个逻辑搞懂了，你以后看任何政策新闻，心里都能有个谱。咱们的健保，也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保险，而是一个互助共济的大家庭。您交一点，国家财政补一大块，大家一起把这个池子里的水蓄满，谁生病了就从池子里舀水救急。今年的标准咱们都知道，个人交400块，国家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块，加起来就是1100多的筹资标准。这400块对于收入稳定的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那些没有固定收入的高龄老人，对于重度残疾的家人，对于那些还在吃低保的困难家庭，这400块可能就是好几天的生活费。咱们政府考虑到这一点，为了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看得起病，不至于因为穷就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所以专门设立了一个资助参保的政策。这个政策说白了，就是由政府里的民政部门、乡村振兴部门、残联这些单位，大家坐在一起，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筛出来，然后由医保局操作，他们的那份个人缴费，由政府全额或者出大头给垫上。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健保费不用缴的根源。它不是突然掉馅饼，而是咱们社会制度的温度，是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重头戏，请您把老花镜戴好，或者让旁边识字的孙子孙女给您念一念，仔细听听，看看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到底有没有在这份幸运名单里。如果中了，哪怕只占了1项，恭喜您，从今年3月起，您的存折上就能省下好几百块。咱们先说第一个大类，也是最没悬念、保障力度最大的一个群体，那就是咱们常说的特困人员。在文件里，这对应的是农村的无保户、城市的3无人员，还有孤儿。这几类长辈或者孩子是最需要社会伸出援手的。针对他们，政策是实打实的全额资助。什么叫全额？就是那400块钱，1毛钱都不用自己掏，全部由政府财政负担。如果您家里有符合这个条件的长辈，千万别再去村里或者社区交那份钱了，您交了他们也不会收，收了就是违规。您要做的就是确认自己的身份信息已经在民政的系统里，然后坐等政府帮您把名报上。第2大类是人数可能比较多的低保对象，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吃低保的家庭。这1-2年物价涨得快，低保家庭的生活压力更大。
对于这部分家庭的朋友，咱们的政策同样有倾斜，虽然不一定是全额帮您出，但也给出了非常大的折扣。根据各个地方财政情况的不同，资助的额度略有差异。比如有些地方规定，低保对象个人只需要缴80块钱，有些地方规定缴64块钱，也有的地方是缴280块钱，甚至有的地方是按90%的比例资助，相当于个人只要掏40块钱。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您一看就明白，比起咱们普通人的400块，这已经是省了天大的钱了。但要给您提个醒，如果您是低保户，千万别一看要交钱就直接按原价在手机上点支付，一定要去社区或者医保窗口问清楚，您这个身份对应的缴费金额到底是多少，别多交了冤枉钱。第3大类是针对那些特殊的优抚对象和寄生家庭，这可能是大家最不熟悉但最容易忽略掉的一项福利。比如咱们国家特别感谢的那些优抚对象，像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烈属这些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在很多地区的政策里，他们的健保费也是由政府全额或者部分代缴的。还有一类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特别是那些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再生育的家庭，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寄生特福家庭。对于这些长辈的晚年生活，政府也是管到底的，健保费通常也是由政府全额资助。另外，像农村里只有一个孩子或者2个女孩，并且做了绝育手术的计划生育家庭，在很多地方也能享受到定额的缴费补助。所以，如果您家里有小红本本或者有相关证件的，千万别藏着掖着，拿出来去问一问，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第4大类也是这几年政策特别关注的一群人，那就是防止返贫的监测对象。这包括咱们说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抑制贫户，还有因为突发严重疾病或灾害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突发严重困难户。国家花了那么大力气打赢脱贫攻坚战，最怕的就是因为一场病又回到从前。所以对这部分刚脱贫或者处于贫困边缘的人群，医保的资助政策也是非常给力的。比如有的地方规定，这类人个人只需要缴88块钱，有的地方是缴200块钱，还有的地方是缴220块钱。总之，政府帮您承担了最大头的那部分，确保您不至于因为交不起这400块钱而断了保障。第5大类是咱们最心疼也最该照顾的群体，重度残疾人。家里如果有一个需要长期照顾的残疾人，那不仅仅是医药费的问题，往往还需要有一个家人寸步不离的守着，这等于把家里的一个劳动力也拴住了。所以针对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1、2级重度残疾人或者精神智力残疾人，很多地方的医保政策也是大开绿灯的。有的地方是全额资助，个人免缴；有的地方是定额资助，比如个人缴280块钱，这个补贴力度是非常大的，目的就是减轻这些家庭的看护和经济双重负担。第6大类是那些特别需要营养和关怀的群体，困境儿童和适时无人抚养的儿童。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失去父母照顾，或者生活在极度困难环境下的孩子，医保这一块绝对不能落下。这类孩子通常也是被纳入全额或者高额资助的范围内的。讲到这里，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可能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类，能省下多少钱了。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要给您提个醒，甚至说给您拉响一个小小的警报。接下来的几分钟，您得打起12分精神来听，因为这比知道谁能免费更重要。因为政策虽然好，钱虽然能省，但如果您因为忽略了某些规定的细节，导致该免的没免成，那别说省那几百块了，到时候系统显示您欠费，影响了您看病的报销，那才是因小失大，麻烦大了。我帮您梳理了3种最容易被忽视，也是最容易导致免缴资格失效的危险情况，请您务必现在就拿个小本本记下来，或者在心里过一遍，看看自己有没有踩进坑里。第1种危险情况叫做人在户不在，也就是户口和居住地分离。
咱们刚才说的这些资助政策，比如哪个县市的补贴标准高一点，哪个县市的覆盖范围广一点，它首先认的是您的户籍所在地，也就是您户口本上写的那个地址。很多长辈为了帮子女带孩子，或者是因为在城里买了房，常年住在 A 城市，但户口还留在老家的 B 县城。以前可能两边都不耽误，但现在大数据联网了，很多福利的申请和核查都变严格了。您看，这次的免缴政策里明确提到了住在这6个县市，这个住字在某些严格的审核程序里是需要和您的实际居住事实挂钩的。如果您长期不在户籍地，一些需要当面核实的程序您可能就错过了，导致您的资格被搁置。所以我建议您，如果您是常年在外地生活的，最好主动给老家的村委会或者社区打个电话，问问清楚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理，需不需要专门回去一趟，千万别因为嫌麻烦就把到嘴的鸭子给放飞了。第二种危险情况是很多老人最想不通也最无奈的，那就是身份重叠带来的麻烦。什么意思呢？我给您举个例子。老张头今年70多了，他是村里的低保户，同时呢，他又符合计生家庭奖励扶助的条件。再一看，可能他还属于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监测对象。您看，他一个人身上背着3个金标签，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政府给他免缴健保费，到底按哪个身份免呢？是按低保的标准免一部分，还是按计生户的标准免，还是按监测户的标准免？这时候政策就有一个硬性规定，叫做就高不就低，或者叫按最有利的原则。也就是说，系统会自动比对，看看哪个身份能让他个人出的钱最少，甚至不出钱就按那个身份给他办。听起来挺智能的，对吧？但问题就出在，如果这些身份信息在不同的部门，民政、卫健、乡村振兴之间没有及时同步和共享，导致系统里只显示了他低保的身份，没显示他计生户的身份，那他就可能只享受了低保的减免，而错过了那个可能让他全额免缴的更高优惠。所以，如果您觉得自己可能有好几重身份，别干等着，一定要主动去医保窗口，把您所有的证件都拿出来，跟工作人员说：同志，您帮我看看，系统里我到底是什么标签，能不能按那个最优惠的给我办？只有您自己主动，才能确保万无一失。第3种危险情况叫做信息更新不及时，或者叫误操作。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咱们自己去手机上缴费的时候。现在为了方便，很多地方都开通了微信、支付宝、手机 APP 缴费，但这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像有些地方公告里特别提醒的那样，如果您是符合资助条件的特殊身份人员，您在缴费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缴费年度，一定要看清楚缴费金额。很多人不管3721，打开 APP 看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输入名字，一看要交400块，手指一点就支付了。殊不知，对于有资助资格的人来说，系统本来应该只让他交80块，或者直接显示为0的，为什么会显示400呢？很可能是因为您的特殊身份信息还没有及时录入医保系统，或者您在操作的时候没有选择正确的参保地，导致系统把您识别为了普通居民。一旦您按400块钱交进去了，这笔钱就进了国库，再想退回来，那可就不是点一下手机那么简单的事了，得走一大堆繁琐的退款手续，还不一定能退得回来。所以必须提醒您，特别是那些本身家庭就比较困难的家人，在点击支付之前，哪怕多看屏幕2秒钟，确认一下金额对不对。如果明明是低保户，却显示要交400，千万别急着付钱，先给医保局打个电话问清楚。听完这3个大雷区，相信大家心里也有数了。政策补助是好事，但保住资格，用好资格才是真本事。那么，对于那6个幸运县市的长辈，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能体现在咱们的账户上呢？一般来说，医保的集中缴费期通常是在上一年的年底到当年的2月底。比如咱们现在要交的是2026年全年的保费，正常的集中缴费期已经在2026年的2月28日结束了。但是咱们今天讲的是3月份的最新名单，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一个补录的机会，是一个查漏补缺的窗口。对于那些在集中缴费期内没来得及认定的，或者是3月份才被新纳入低保、新认定为特困的人员，政府给了这个补救的机会。通常来说，只要您的名字被列入了这份3月公布的资助名单，相关部门会在后台统一进行参保登记和费用划拨。您不需要再做任何操作，也不需要再跑腿，但最晚到什么时候，您得留个心呢？建议您可以在3月底4月初的时候，拿着您的社保卡去附近的药店买一次药，或者去社区卫生中心走一趟。如果刷卡正常，能享受统筹报销，那就说明您的医保状态是正常的，费用已经到账了。如果您一刷发现系统提示您暂停参保或者未缴费，那您千万别拖，赶紧带上身份证和相关的困难证明，去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或者直接去医保局窗口问个明白，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最后，李安心想跟各位会点生活的家人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一辈子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最怕的就是给子女添负担，最怕的就是生病。这一个月几百块钱的健保费，说实话，对于不差钱的家庭来说，可能就是一顿饭钱。但对于咱们很多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长辈来说，那是一笔要算计着花的活命钱。这笔钱能免掉，不仅仅是省了这几百块，更重要的是，它告诉咱们，这个社会没有忘记咱们，国家在背后给咱们撑着腰，让咱们老了、病了依然敢走进医院。这就好比走在泥泞路上，有人递给您一根拐杖，让咱们走得更稳当、更踏实。在等政策落实的日子里，大家也要多注意身体，钱再多，不如身子骨硬朗。自己健康才是给儿女最大的帮助，给自己晚年最大的尊严。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些消息有用，身边还有老伙计不知道这个省钱的好消息，请一定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看。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您办医保时遇到过什么麻烦，或者对这个免缴政策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咱们一起聊聊，互相出主意。我是李安心，在汇点生活陪着您，一起关心咱们生活中的那些大事小情，一起守护好咱们的养老本和健康本。如果您还没关注我，记得点一下屏幕上的头像或者名字，进去点个关注，再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下一期我讲如何申请长期护理险的时候，您就不会错过了。我们下期视频见，祝大家身体健康，钱包鼓鼓，一分钱都不白花。